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叔中文版。這一集呢，我有一件事情要抱怨一下，就是為什麼其他的中文老師約這個聊天的這個視頻的時候，都只有約Ben叔。我好像從來沒有被邀約過，我也沒有，我沒有被邀，never ever 沒有，從來沒有老師對在這個 Instagram 或 Facebook 或在 YouTube 邀約過我，對，從來沒有，從來沒有。然後我每一次都看到Ben叔的臉，Ben叔的臉，然後寫大叔中文，明明就不是啊，我跟他憑什麼代表我們三個人？他憑什麼？就是那個非常有邏輯的一個答案呢，因為邀請嘉賓都是我去邀請的，哪來的邏輯？因為我去邀請他們，他們都已經認識我，都有我的聯繫方式了，所以我不相信，不，我不接受。我覺得這個有一個很大的深層原因，中國人很喜歡以貌取人，覺得我們老就是有胸毛，又帥又年輕，一看就是都。我不戴眼鏡是不是比較沒有那麼嚴肅啊？就感覺好像比較，我們倆很嚴肅嗎？我倆講笑話講的沒有戴眼鏡的話就比較有學識，就覺得可能我們沒有學識嗎？我們是鄉下的粗鄙人士，鄉野村夫啊。对，就我感覺好像我比較好聊吧。這個什麼理由？給不出理由就不要給。我们也很好，我们也很好聊啊。对，是的，对。那其實我們今天就是聊一聊以貌取人這件事情，因為我覺得，中國人是一個非常以貌取人的民族國家，而且我們特別重視第一眼印象。是，對。那所以呢，這個比如說，我親身的經歷了啊，就是我以前工作的時候。我有一個職務啊，就是我要去面試，助理，那面試助理的第一步，除了看他的簡歷之外就是看簡歷上的照片，是我的第一個要做的事情。肯定啊，所以我本身就是一個非常以貌取人的人，我都先看，這個助理漂不漂亮，照片漂不漂亮，不漂亮的先放旁邊，不管他的學歷或什麼，就先放旁邊，長得漂亮的就是優先啊，所以我覺得我個人都是一個非常以貌取人的人。然後如果是帥哥美女，我們都知道，帥哥或美女在這個社會上是非常有優勢的。對，就幾乎是看到你漂亮，看到你帥，做什麼事情都是比較容易的，得心應手，對不對？那Ben叔身為帥哥的這個類別啊，我沒有吧？當然現在是比較老的帥哥了啊。那你覺得你有沒有以貌取人的故事，或者是親身經歷？我的好朋友有這個，真的，我覺得其實中國人真的還挺以貌取人，然後我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有一點那個種族主義的這個感覺因為是這樣的。就是我有一個朋友，他是西班牙人，然後他就是白皮膚，然後他在中國的時候，他就是找這個工作嘛，然後找到一個英語教師的一個工作，但他的母語是西班牙語，所以他就去這個教學機構去面試，然後面試的時候，他跟另外一個兩個人一起進入了最後一輪啊。然後另外2個人裡邊有一個是俄羅斯人，然後也是白皮膚，然後沒有他英語其實不太好，說的挺一般的，但是然後另外一個人是美國人，但是他是黑皮膚所以然後那個老師他就是那個黑皮膚的老師，他就講的特別特別的出彩，那是一個兒童班，然後就是孩子啊，就是他就是真的就是這個專業就是教學，然後他真的很有經驗，而且他也是母語者呀，對課堂氣氛就被帶動的特別的好然後孩子們也特別高興跟他在一起，但是後來就是，然後我的那個朋友他真的就是沒有經驗，
他講的時候也蠻緊張的，他就是當時就是面試完他就覺得 OK， 我就是沒有機會了，我就是接着找下一份工作，結果後來他被錄取了，我的朋友被錄取了，然後那個很厲害的很有經驗的那個美國人就沒有被錄取，但是我不能說是種族主義者，但是就是我覺得中國人，我覺得我們生活在這個環境，你周圍的人都是跟你一樣的黃皮膚的人，然後就是很多人就是覺得在美國沒有可能很多人就覺得美國人和這個歐洲人長得就是這個白種人的樣子，就好像不太了解這個其實是一個移民國家，其實生活着好多好多的各個膚色的人，然後很多人就是第一眼看到你是白皮膚就覺得你的英語是特別特別好的，他們其實也不了解，就是 OK， 原來這個就是可能看到一個黑皮膚的人，大家就會覺得 OK 是非洲人，不是這個歐美國家的人，所以就是這個學校也是為了招生，就是知道有這麼多的家長他們是這樣的想法，所以就是其實也沒有家長真正去關注這個老師他的英語到底是不是正宗的，而且家長也真的不了解，所以就是最後就是学校就是以這麼一個考量就錄了我的這個朋友啊，所以我就覺得我覺得挺可惜的，我觉得就是不太公平，但是没辦法，就是以貌取人嘛，在中国有時候会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觉得这個可能有比較深層次的原因，倒不是純粹的以貌取人，因為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它首先並不是很理解這種，就是像你說移民國家，它其實有很多不同皮膚類型的人，對吧？對，我們就覺得別的國家跟我們一樣，就是生活在這，就是大家都是一個樣子的啊，沒有移民呢。對，而且我們固有的觀念就對歐洲人嘛，因為中國之前比較落後，對歐洲啊、美國的印象就是他們就是白皮膚的人，覺得他們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很多時候看過這種，比如說，因為電視也會傳達一些不好的東西嘛，你會覺得通過比如說美國電視劇看到好多黑人，大部分他是家境比較差的，對吧？整體受教育程度比較低。其實以前的這種歐美電影也都是以白人為主，也沒有說放很多黑人的。只是最近幾年慢慢的就是黑皮膚人慢慢走到了前面，但以前就是這個固有印象是很強的。上面像你說的中國的很多人，他們接受到的就是比如說我們這一代的，甚至再往前一代的，他們作為父母，以前接受到的信息都是歐洲或者美洲主要是白人，他們是上等階級的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就認為他們普遍都是這樣的。黑皮膚人認為你相對而言教育水平就比較低一點。我覺得應該原因不能是以貌取人，而是孤陋寡聞，對這東西了解太少。對，井底之蛙。對，說實話是。有時候我們也是直接就是進入到結論了，可能就是了解都不想了解，我就是看 OK 是白皮膚的，應該就是母語者，英語母語者，是的，就我覺得 OK 這個學校是應該是都是good的母語者，就很快就是大家都想快節奏的生活，也沒有時間去了解那麼多。對，你剛才說的角度，這個角度其實是學校的角度，他學校的角度認為我這個白人的老師給家長們一看到就認為我們是這個專業的，都是歐美的這種白人的，給人這個展示出來比較好。所以我們其實中國人確實比較在乎表面上的東西，這個是真的。對。而且我覺得其實以貌取人這件事情當然是一個普遍性的狀況啦，你不能說好像只有中國人會以貌取人，當然所有人都會以貌取人，是的。但是我覺得中國人特別以貌取人的這個情節啊特別嚴重。对，就是說我們想一想娛樂圈好了，娛樂圈如果是帥哥美女的話，肯定更受歡迎。真的，你像這個我們的電視劇帥哥，那些帥哥的名字我本來都不曉得，都是被我那些學生一直喊什麼王一博啊、肖戰啊、王一博誰啊，一輩子都不會去找這些人的名字。那其實蠻大的原因都是這些是帥哥。對，然後而且呢，沒有什麼演技，也很有才華。
他们可能不要這樣講，唱歌跳舞多少有了，多少有，你不能完全的一帽子一棍子打死。對，你等一下會被粉絲們抗議。不過這個所有學生那天到真考慮過，把我話收回來。对，有好多學生剪掉，對。是的，那天我真的考慮過這個問題，就是最近中國有一個很火的電視節目叫做《喜人奇妙夜》，其實就是那種國外的那種 sketch 那種節目，sketch show 那種節目，就是小品嘛，幽默小品。其實裡面有很多演員，他演的真的不錯，但說實話，就是說他們可能在這種劇場的表演，我覺得真的能發光的發財，就是那種感覺啊。但是說實話，他們很難到大屏幕甚至小屏幕上去，因為他們長得不夠帥，長得不夠好看。他們可能真的能進入主流的電視圈、電影圈，但他們絕對沒法成為主角，因為就是這麼殘酷。因為大家說實話，整體而言就是看你長得帥不帥。你長得帥，我就記住你了；你長得不夠帥，我覺得你演技再好沒有意義的。對，而且這個可能導演啊，或者是電影製造商也會有這種壓力嘛，他比較受觀眾們歡迎，他長得帥或他長得美，是的，就是他們可能考量就是如果我招這2個人，那這個帥的這個至少可能會吸引一波粉絲。那如果他後期可能培養一下，說不定他的演技還能出來，我覺得他要比那個有演技的人的成功的幾率、火的幾率要高一點。就可能對，有時候會這麼考量。而且現在是不是大家的審美觀都在改變？不一樣，以前都覺得男性要很陽剛，然後很 man， 對不對？然後說話要很有低沉的，很低沉，很有磁性，然後不要說太多話，要那個比較沉默寡言一點，然後要穩重。那現在可能審美的觀念改變了，現在都是可能中性一點，陰柔一點，對，陰柔沒有到娘的程度，但是就是陰柔、溫柔，然後體貼，然後當然長得就是要帥，然後就是我覺得現在大家審美觀念也不一樣哦，所以我覺得，但是以貌取人的這個觀念一直都存在。對，那你們身邊有沒有這個例子啊？以貌取人的例子？就是變叔，我跟你講哦，對於像我這種長相的人，以貌取人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就發生在我身上。你像我做志願者，我身邊都是我今年50歲了嘛，我身邊的這個男性的志願者都是60歲起跳啊，都是垂垂老矣，行將就木，不至於，沒有那麼誇張，不至於，他們都很健康，就是我就會感受到很強烈的這個差別待遇，那女性的志願者就會特別喜歡跟我聊天就是這種長相的水平，當然在可能年輕小伙子根本就上不了台面，但是如果又跟60歲的那些老頭子比起來，我算是年輕小鮮肉，那哇，真的50歲以上的那些女性志工啊，女性志願者，有什麼事情都會找我商量，有什麼八卦都會先告訴我，有什麼需要協助的也會找我，然後甚至我之前有談過，甚至有1-2個有喜歡你的嗎？你不是說一個嗎？怎麼1-2個呢？還有一些沒有分享的啦，有啦，就是說會對我特別有好感，不能說到愛或什麼的程度，但是他就會3天2頭就是會說，那個理查老師啊，我這邊有一些那個小餅乾那我送到你們那邊物流，你們叫物業還是物流？物業，物業啊，送到你們物業那裡去然後你自己去拿。或者是中秋節到了，這個我這邊有多一盒月餅你來拿什麼的，就會特別關照你。所以就是說，這種一定會有，在我志願者的這種生活當中，你就會發現那些年紀比較大的這個志願者，基本上都沒有人要理他們。他們做的工作再多，大家都覺得這是你該做的。然後你像我在志願者的工作裡面，我就是做一些比較基本的，或者是比較技術性的，像用電腦打字什麼的，這個他們可能不會，我稍微幫他們一下，他們也會很感激，然後就覺得真的你很厲害，然後又比較下你又特別帥，
又特別年輕，然後对啊，我觉得我也會以貌取人呢。說如果這個茶叔跟，你現在要批判我們兩個嗎？沒有啊。如果茶叔跟一幫特別小鮮肉年輕帥哥在一起的話，我肯定跟茶叔聊天。我覺得跟小鮮肉聊天，我覺得有壓力吧。跟帥哥聊天，那這是什麼以貌取人呢？為什麼是這個就是同類嘛，就是覺得兩個比較沒那麼小鮮肉的人在。可以聊得起來。對，我覺得可能小鮮肉可能會比較酷啊，或者不太想搭理大叔什麼的。我覺得跟茶叔會覺得同齡人就是比較我必須要找一個人聊天的話，肯定找茶叔啊，就不會，我就直接會下定義。我覺得我跟他們肯定合不到一起去。所以中國人是不是特別會因為外表就直接下定論了，對不對？應該會吧。會的，你能感受出來，其實說實話，我是覺得這個應該屬於所有人都有吧，就是你肯定會通過一個人的長相啊、氣質，你能看出來這個人大概是什麼人。當然他可能有，我看燦叔做視頻，我就不太想那個，不太想啥，你把先說清楚，等等，交代清楚，你要說什麼？你要說什麼？你講清楚，我好想聽哦。最開始看燦叔視頻的時候我就覺得燦叔講話是比較嚴肅。文縐縐比較嚴肅的，就不像那種就是像大叔我們錄節目就是很好聊的那種，會覺得就是有一堵牆隔在中間的感覺，距離感。對，就是如果燦叔不找我的話，我可能不會主動聯繫燦叔的，是這樣。我為什麼當時要找你？對，這個說到以貌取人，其實我們除了看他的外貌之外，還有這個人給我們的一種感覺，對呀，對呀，那個是最直接的第一印象嘛。所以這個我覺得，我們先問一下Ben叔好了。Ben叔一開始看到我們兩個的時候，第一印象是怎麼樣？因為茶叔是直播，你是跟那個學生在互動，所以那個不一樣。你互動的時候是比較。就能看出來有那種說話的感覺，聊天的感覺，然後就親和力蠻強的。因為燦叔他的主題其實是比較深的，就是說為什麼小美人魚那個東方人覺得不接受啊，這又是以貌取人了，這個地方。對，然後就是燦叔一般選這個主題是以貌取人哦。對，燦叔的話題都是那種挺深奧，然後有一點那種感覺的，然後批判型的，對，然後就是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強的親和力了，就是不會想到就是感覺跟我做的內容可能也沒有任何的共同的交集，所以就明白，就是這個，這就是啊，肯定會有第一印象。我覺得第一印象它就會形成以貌取人，就是所以說有時候我們需要多看一眼。其實我對笨叔的第一印象也不是很好。我開始反擊了，太喜歡了，我就是要這一集變成這個樣子來。當時我還想，我當時想，我跟燦叔我們頻道差不多大，我們是競爭對手，然後我還把誰跟你差不多大？我比你大。我說我们，我當時我頻道的，你知道我的那個視頻的封面就是五顏六色的，對對對，燦叔的都比較一致性的，我就截圖把我們兩個那個截圖發到朋友圈，我說大家看一看是哪一種那個封面圖的風格好一點，是最好五花八門五顏六色的，還是說一致的統一的比較好？當時是把燦叔放在對立面對，就是像你笨叔說的，其實第一印象給人的感覺確實會產生一些錯覺。就笨叔最早的時候，我看他的頻道，因為我們首先會看你的門面是怎麼樣的，他頻道這種裝修風格以及他那些浮誇的表情，我覺得這個人好像完全不是我的 style， 因為我是雖然我看起來比較嚴肅，我是喜歡平時一些的，就是這種人，我不喜歡太浮誇的這種人。但是呢，後來就是這樣，因為他給我做了一個評價，對，後來我就也刷到了茶叔的這個你們倆的視頻，我就看了嘛，我發現這個人和我印象中不一樣，就是因為聊了很多，因為你聊了自己很多過往啊，自己的心理啊這些狀態，我覺得這個人還挺有意思的，很真誠。那個時候我對你就有了另外一個判斷。所以後來才說茶叔那個節目，我也可以去。我真的只是隨便說一說，然後你就把我叫去了，我當時也很錯愕啊。
對，茶叔也是。其實我很早就刷到茶叔的這個節目，就是這個頻道，因為我們都是競爭對手，你肯定會給你推到你的面前，沒有任何問題的。對，會那個時候看一開始的時候，我發現這個頻道也不怎麼出色呀，感覺好像很一般。感覺一開始沒有無聊的。對，一開始一會兒要拿出你的攻擊力。不會。那個時候一開始真的看到好像那個你還沒有做成那個成系列的那個直播，那個時候還是在找風格的階段，我就刷到你了。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中文老師，是一個男老師，是個台灣來的，所以覺得有點好奇，但是没有特別深的印象。因為刷過就忘了，就覺得好像頻道也不是很大嘛，就算了，不是我的參考對手。然後過一段時間，真的也就是通過刷你們兩個的這個直播之後，發現這兩個人挺有意思。因為我覺得人和人就是很多時候需要從表面升到內心之後，深入，你有真誠這個感覺，你就會發現這個人是這個樣子。把內心話說出來之後，覺得是這個樣子，所以才有我們後面的合作嘛，對不对？对。所以我們就不是用以貌取人的方式來合作嘛，对不对？对啊，我們是不過我真的覺得以貌取人是必經的過程，但是如果你跟對方有緣分的話，總會進入到深入認識的階段，那麼你可能會對這個人的印象會完全不同，對啊。然後還有一個叫這個容貌倦怠感。就是說，這個人不管再帥或再美，你總有看膩的一天。肯定的，這個是肯定的。然後那剩下來的就是這個人的個性，對，做事方式，對他的靈魂，是不是跟你契合？所以我覺得一定會有這樣的階段。所以你比如說我那個時候在做頻道的時候，然後直播的時候，Ben叔就有在我直播那個留言插話，就留言他們那時候我一看，茶叔這麼多粉絲，我要抱茶叔大腿，因為茶叔還在採訪別的老師，我就想，我要伸出橄欖枝。對，然後那時候他就常常來，我們就認識了嘛。对啊，就覺得其實我一直對Ben叔的印象就是一個想要很快在对。就是一個企圖心太強的一個人，就是那個時候不認識他，然後就覺得他怎麼天天來啊，有點煩，有點是怎樣？現在都不去了，沒有，現在太忙了。不是，就覺得說OK， 那其實我那時候就覺得他常常來，我就常常念他的名字，說不定他也會火起來也不錯。其實我那時候沒有像我不會說把什麼頻道當做競爭對手，我是從來沒有這樣想啊，因為我做 YouTube 的心態就是我把它當做一個很簡單的工作做。我希望我做頻道的形態就是它就是讓我開心的一個生活的一個部分。所以我做完了我就不會再去想了，所以也無所謂競爭，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跟誰競爭。我就是把它當做一個跟學生交流的平台，開開心心的工作完就好了，就這樣子。然後特別這幾年我找到了就是做系列的這個方向之後，對，我就更不用再去煩惱傷腦筋說我要做什麼題材。對，那所以說我那個時候看到Ben叔，然後後來又認識了燦叔的頻道，給我的感覺就是一直就是比較是討論內容型的，比較批判型的，主題導向很強烈的頻道。对，就會覺得這個人好像還蠻有想法的，很高精煉，長得不咋樣，但是還蠻有想法的。就是那個時候就會覺得說，每個頻道都有不同的特色啦。那燦叔的頻道就是這樣子。那一直到燦叔找我們兩個合作，就我們也分享過嘛。我那時候也不期待大叔會火，對。然後一直做到現在，我真的覺得說，還蠻有意思。我現在真的覺得大叔跟我的頻道是我人生在工作上蠻有意思的一個調劑，然後特別是有了大叔之後，像我們就3位常常聊天，分享這個心事啊，聊八卦，甚至我們會邀請嘉賓。我真的覺得，我的生活變得蠻不一樣的。所以我倒覺得在工作這方面有大叔跟我自己的頻道，我倒覺得是蠻開心的事情，對，蠻有意思的事情。關於以貌取人，我還要問你們啊，突然想到一點。
就是我想問2位大叔，就是你們看到一个人他就是身上有很多的纹身，然后他脸上还有很多这个环，那个鼻环呐，就是耳环呐，或者是那个耳朵就是穿这么大个洞啊，然后他還抽煙這樣子，然後你們會以貌取人嗎？會覺得我要離這個人遠一點，還是說 OK 就是普通人，跟其他我看到的普通人是一樣的，還是說你們會覺得不太一樣，是有距離感的？我覺得這得分場合吧，看什麼場合。你比如在公共場合看到這麼一個人，說實話，我覺得我可能掃到一眼，我不會再關注他，因為我覺得這肯定不是我同一路人呢。但假如你是在一個固定的場合，你在火車上，你在火車上，你可能10個小時，他坐在你對面，但你旁邊也有另外2個人，因為4個人嘛，面對面坐着，你會主動跟他說話嗎？如果他不主動跟你聊天？其實說實話，我坐火車的時候多少都會聊一下，我不會選擇很尷尬的大家乾坐着，所以我可能多少會打個招呼啊，你去哪啊？可能看到了，就當下未必是說就是說馬上開始打招呼，而是在某一個點，剛好你們的眼神剛好接觸到了，你肯定會笑一下。對，那個時候我不會考慮他是什麼樣類型一個人，當然我肯定會做一個判斷，覺得這個人可能像你說的和我應該不是同一類型的人。但是我不會說完全把它往不好的方向去想，而是覺得可能未必有那麼多交集，想法未必一樣。但是這種表面上的這種聊聊天，我是覺得對我而言是 OK， 我無所謂。茶叔呢？茶叔，假如你旁邊3個都是這樣的人，然後你會假裝玩手機嗎？還是跟他們打招呼？這個可能跟你們那邊不太一樣，因為在台灣的話，很多什麼老人家我不管了哦。正常的一般的人，年輕人或像我這個年紀的人，如果我們不會主動跟不會，我們完全不會主動跟旁邊的人打招呼。是嗎？不會。我們坐火車不會嗎？我是坐地鐵，我是不會。坐火車也不會嗎？都不會。我們基本上來講，我們認為那是打擾別人。就是旁邊是陌生人，然後我們就自己玩自己的手機，不然就睡。所以不打招呼這是很正常的，我們一般不太會。除非是熱情的老人家，那個另當別論。如果是一般人是不會去打擾旁邊的人。但是如果我旁邊的人是做像剛剛Ben叔描述的那些人，我也覺得無所謂。那他可能穿的這個耳環什麼的特別大，特別那個。那當然如果我心裡會有一個去想他的這個，如果真的他的那個紋身很多，很不協調的那種裝扮，我當然心裡會有一些評價，比如說哇，他真的很時髦他真的很流行這打扮成這樣子，或者我會想說這樣不會痛嗎？或者我很想去拉一下那種感覺，牛是嗎？就是腦中會出現一堆幻想，這樣我想去拉看看這樣，但是。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是每個人的自由，我覺得也無所謂，他怎麼打扮是他的自由。就算真的我們聊起天來，我也不會因為他那樣的打扮而對他有一些負面的觀感，我倒覺得我不會這樣子。對，我的點是我覺得很多偏見是這個文化帶給我的，就是中國文化帶給我的，就是有時候我小時候就可能我媽就告訴我說，哎呀，那個離紋身的人遠一點，然後抽煙是這個壞的習慣啊，紋身的人可能就是不是很正經啊，然後就是會就是潛移默化的就是就潛意識中就覺得 OK， 這個我應該離這些人遠一點，他們可能都是混社會的啊，社會上那種不良少年啊，不良的那種就是人士啊。然後後來出國以後，發現這個就是一個稀鬆平常的事情，就大家都紋身啊，然後抽煙也是一個很普通的事情。然後還有我在小時候，他們也告訴我說，不要去酒吧，酒吧裡都是壞人。然後到國外之後就發現去酒吧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事情啊，然後。就是到國外之後就改變了我這個原來的想法，就是你見到各種各樣的人，大家都就是
很自由的想啊，就可能紋身就是為了記錄一段自己的故事啊，或者是覺得好看，抽菸也是個人的選擇，然後就是有一種突然就是咣打在腦袋上，覺得啊，就是你以前這些偏見是來自哪裡？然後覺得就是可能父母沒見過世界，他們就很就是用一個比較灌輸你這種觀念，對，比較狹隘的觀念，比較狹隘，但是他們覺得可能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這種一刀切可能真的會幫你隔絕開來一些安全一些嘛，就是不過笨叔講到這個，我在想要用一個例子來聽聽看你們的意見啊，因為在台灣最近有發生一件事情，我先問問你們啊，比如說現在是你身邊的人不是紋身，也不是那個穿很大的環那種的，是一個比如說他打扮的像同志一樣，或者可能說特別娘，動作什麼的都真的會讓你覺得很娘，坐在你旁邊，那你們會用比如說第一印象，或者是比如說外貌去，還有他的姿態去評斷他什麼？你會有什麼感覺？或者你甚至不會想跟他打招呼？對。如果對我來說比較娘，無所謂啊，這樣的打扮什麼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他的打扮什麼都很，我明白啊，打扮正常，然後這個可以。但是如果是那個 drag queen 的话，啊，變裝王后，对，皇后，這樣的話我會有一點害怕，因為我覺得那個打扮有一點太誇張，就是因為我可能比較怕，就是他是男人裝扮女人的，就是很濃的妝，然後可能特別大的假髮，然後因為這個等同於我看那個就是馬戲團的那個小丑我也害怕，就是如果是那種就是畫着很濃的那種面具，我不知道這個人真實的那個表情和臉是什麼樣子，然後跟我說話的時候，就是無論是小丑還是變裝皇後很那個誇張的時候，因為我是比較內向的，我不太知道怎麼反應，可能他們要跟我開玩笑，要跟我做什麼的話，我真的那個時候我是比較社恐的，抗拒的。對，但如果就是一個普通的人，沒有化妝，然後他很娘，他很陰柔，完全沒問題的啊，這個就是比如說他在你旁邊，他這樣蓮花指，然後就跟你攀談起來了。然後對啊，沒問題啊，這個沒問題，無所謂啊。我們在問燦叔的想法前，因為很多人對中國的想法就是中國是很恐同的國家。恐同，我的意思就是在一般的觀念下，恐同就是我覺得非常不恐同，就是說不排斥，但是如果是自己的孩子，那很不能接受。但是如果是別人的家的孩子，或者是說誰是同志，我覺得這個也無所謂，沒有什麼問題。對，那 OK， 先問燦叔，我等一下就是講一個台灣最近的一個例子然後燦叔，如果是你旁邊，因為你們是都會在火車上都會跟旁邊的人攀談。我突然想起一個事情，就是剛才我說的，就是你說我在火車上會和別人聊天，我想起來是我年輕的時候。上大學呀，那個時候，因為那個時候火車有一個特點，它是就是你這樣相向而坐的，被強迫的，對，然後或者坐臥鋪也是這樣，你會看到彼此的。現在坐高鐵都是大家這樣直接坐前面，一排一排坐，你根本不會和邊上的人專門有，而且現在大家都會看手機啊什麼的，沒人會聊天。對啊，以前在那個社交狀態下，我覺得會不自覺的，你需要去說話。因為你就會看到對方 TikTok 出現之前還是 TikTok 出現之後，可能是現在基本上所有人都低頭刷。对啊，都在刷手機，没有人专門和以前的人聊。以前是這樣的，我以前坐火車一個人，我也會願意去這樣做，因為我覺得這和我家教有關係。我爸是做生意的嘛，他就喜歡交朋友，所以從小給我的影響就是，我覺得什麼人都可以聊聊天、說說話是無所謂的。後來就是因為在西安之後越來越保守，我老婆又是個比較謹慎的人。我和他們出門的時候，基本上就是也不和別人說話，就我們一家三口說話，所以不存在這種場合。假如就是說換到我自己一個人出門，又是之前那種需要可能會聊天的场合，我覺得 OK。同志其實我在上大學的時候，我的一個室友就是同志，
然後在重慶那邊很多，说實話，重慶、四川那邊非常多男同女同。他表達了對你的愛慕嗎？沒有沒有。當時我有一個好朋友是中文系的，八卦一下，一個中文系的男生，然後他就說有個體育系的男生在追他，他其實自己不是。然後呢，就是我的室友他甚至不是同性戀，他是雙性戀。他一開始追過一個女生，後來又和一個男生的好了。對，其實我覺得都是人自己的選擇。而且那幾年不是那個斷背山很火嘛，大家都會覺得這只是純粹的愛情嘛，他們喜歡男人而已，無所謂啊，只是喜歡同性而已。所以我覺得我不會判斷，不會通過他是不是同性戀去判斷他。但是像笨叔說的，可能這種濃墨重彩的把自己裝扮起來，這種人一般感覺好像不容易讓人比較願意和他說話，你感覺很奇怪，除非他主動表演性質的了，对，就不是真的人和人之間那個平常的交流。对，他要主动和你說話，你可能會願意和他說幾句，但是你絕對不會主動和他說什麼。這種人，對，應該沒有恐同這個狀態，沒有恐同，因為如果是我啦，當然我也沒有習慣跟身邊的人攀談的這種意圖啊。那如果是我看到那樣，基本上當然我也不會怎麼樣。就算是變裝皇後，我覺得那也是她的自由，她想要怎麼打扮自己，就是沒有侵犯到別人就好了。那因為在台灣，因為台灣同志結婚已經合法了，對，但是在台灣分成2派，第一派就是很傳統的人，認為同志婚姻合法的話，人類會滅絕之類的，或者是那你到底要結婚之後你要叫他爸爸，要叫他另外一個人也要叫爸爸，那誰是媽媽？可能有些傳統的人會有這樣的一個爭論，那有另外一派的人就覺得這個戀愛是大家的自由，不管對方要怎麼打扮自己，要喜歡什麼性別都是他的自由。對，因為其實真的台灣已經兩邊分得非常清楚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有意思的點，因為你們是真的把它放在明面上了，你們是拿出來了，你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但是大陸是一個什麼情況？大陸是很多像我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那一輩，他們完全沒有同志的這個意識，覺得就是可能知道這個詞，但是不覺得在自己身邊，會覺得離我們的生活很遙遠。雖然就是它真真實實、確確實實的存在在我們社會裡，而且是很多人，但是就是傳統意識裡沒有這個。然後國家在做什麼呢？可能就是就是也不會在這個媒體上，你不會去強調或者是說這個東西。這樣的話就是大家都在一個那個泡泡裡邊，是因為你在媒體上，你在任何什麼途徑都很難知道同性戀人的生活。不打擊，但是也不宣傳，所以就導致，也就是因為沒有放到明面上，就沒有這種爭論，好像就沒有那種說我今天要出來支持我反對打同志啊，或者怎麼樣，就沒有這個恐同的這個那麼強烈的概念。但是當然，如果是自己孩子的身上突然出現這個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对，很多父母，我覺得絕大部分父母都不會接受、支持、接受。对，因為台灣的例子就像是可能大陸把這個東西上了台面之後會有的狀況，就像台灣這樣子。因為台灣前幾天有同志遊行那你們都看過國外的同志遊行嘛？台灣的也差不多。就是大家很多人會打扮得非常鮮豔，然後可能會穿着，比如說男生會穿女性的衣服，然後插很多羽毛，就像變裝皇後那種感覺。然後我們前總統那個蔡英文也有去支持，因為台灣同志婚姻合法化就是他發起的，那這樣的事情就是引起台灣社會非常兩極的支持跟覺得無所謂的支持跟覺得超級反對的兩種這個論調。那我覺得超級反對的就像變數那種感覺，可能是比較真的恐同的人非常多啦，我真的是這樣覺得。就是非常討厭，覺得這是會讓人類滅絕的這種恐同的人非常多。第二派就是覺得說，這是政府同意的，我可沒有同意，我覺得我很討厭同志。第三種就是覺得大家都是人，喜歡誰是每個人的自由。那第四派的人可能就覺得無所謂，不要侵犯到我就好了。
所以在台灣就是因為前幾個月我們在台灣可以叫計程車，你們也有嘛？那種 app、對不對？我們現在的 app 有第三性計程車，就是特別給第三性的人叫的。為什麼還要分這個性別呢？我因為有分很多，有你們可能有分，就是一般的出租車可以叫的，還有高級的，還有女性用的，還有老人家的坐的，還有什麼病人坐的什麼，還有帶寵物的，我們有分很多類別。我們還沒有分，大陸還沒有分這種。我們有分這麼多類別，然後還有一類還有夜間的，還有一類就是第三性的。那第三性的司機就是第三性的人那之前幾個月那個新聞就是有人不小心叫到一個第三性司機開的計程車，他們一家人上了車之後才發現他是一個第三性的司機，他是男生，但是他比較女性化，而且一上車他就直接說我們是第三性計程車因為你要先聲明清楚嘛。那他們坐上去之後，那個爸爸就一直罵那個事情，你這個死變態啊，你這是什麼男不男女不女啊，就用非常不堪入耳的這個詞語去罵那個第三性的司機。那個第三性的司機說，我不容許有人這樣侮辱我，我會全程錄影，我會把你的話然後去檢舉什麼什麼。他說你去檢舉啊，我才不在意，你們這種人啊都死一死了嘛，就是那種就是盡他所能去侮辱他。然後那個第三性司機終於受不了，就開車到半路，就說那請你們既然不想坐我的車，就請你們全部下車，然後我也不收你們的錢那所以這個東西那個第三性的司機就把它揭露出來，就大家都发到網上，對吧？對，那就是大家當然底下當然支持這個第三性司機的人比較多，但是也的確會有很多恐同反同的人，就是說就是你這種人本來就不應該啊，怎麼樣，就是就會有這樣的狀況。所以我覺得就是聊到第一印象跟這個講到這種外表給人的感覺，其實我覺得在我們這種比較保守的社會，可能現在當然不止同志，對不對？我們有各種性別取向的人，所以我覺得這個的確也是不是證明我們真的是很重視外表或氣質給人的感覺。因為我之前有很多學生他們真的覺得同性戀沒有什麼耶，就是完全能夠接受，甚至他們看到有比如說同志在街頭跳舞，他們覺得這是很美的事情，很勇於展現自己的。這個如果我覺得至少在我眼前出現，我可能比較難去真的去欣賞。但是真的我覺得歐美國家的人就是真的，我不知道现在有女生裡頭有一種文化叫做腐女文化，你們聽說過嗎？腐女聽過，就是他們喜歡看两个男的談戀愛，那個對 BL， 對，而且就是現在這個文化就是其實非常深入，就是我老婆上回去重慶去玩，就找他們朋友一起去玩，他們那裡面有幾個他們是特別喜歡這些東西的，他們不只是找那些文章去看，還找錄像，就是視頻兩個男的和兩個男的這種真人，對，真人的有性生活的這種去看，就是他們就是我是覺得他們肯定能接受這個東西，但我是覺得就這種文化你們是怎麼去看這種？因為我是覺得它並不是純粹的，我們這集聊得好深入啊並不是純粹並不是純粹只是說同性戀而已，而是說他其實這個女的她未必是一個同性戀，但是她喜歡看兩個男的談戀愛，甚至是有這種性生活。我是其實不是特別能理解這種狀態。但是燦叔你能接受這些腐女的能接受嗎？你說我能不能接受？我覺得可以，這是他們喜歡的事情，和我是沒有關係。就是他們為什麼喜歡這個，我覺得我是不清楚，說實話。會覺得匪夷所思嗎？我是覺得有時候越不讓你做什麼，可能越想知道，越想要了解一下。對。然後像在大陸的話，就基本上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們的政府比較像一個大家長，就是會考慮到可能以後的話就是可能會計劃的特別的遠，就是希望總體是穩定的，不要突然就設立2個對立面，讓大家就是吵來吵去，就可能所以就是闭口不談啊。但我覺得台灣做的也很好，就是說現在把最好就已經開始把這個放在明面上，然後大家吵，最後它就變成一個正常的事情了啊。那大陸這邊可能就是說這個東西永遠不談，這樣的話就不會有那種衝突什麼的。但這樣的情況下，那很多人他還是了解這個西方文化的，有這麼多留學生啊，你還是有渠道去了解海外的這個世界的。我覺得如果在这個中國有這種腐的文化的話，第一就是滿足自己的那個好奇心，第二就是覺得這是一個正常的事情，然後可能也是，我是覺得可能就是越不讓你做什麼，可能越覺得這個是挺有意思、挺興奮的一個事情但我也不太深入的了解這個腐圈文化。对，其實我這個好像大概有2個想法，就是通過我老婆他們那些朋友的這個狀態，好像有些他們其實我感覺就是有一定的代入情緒。就是他們看這些東西啊，他們不是把自己想成男的或者女的，而是純粹把它看成是2個人的愛情。我不知道他們可能覺得同性之間的這種感情更純粹，它不涉及就是男性和女性的一些很瑣碎的這些複雜的東西。就是說感覺他們從這裡能看到很純粹的愛情，因為我這個是他們的一個理解。就他们很多时候会带入进去。那为什么不看2個女生呢？那为什麼看2個？有看女的也有吧，但是這是一個也有人看2個女生呢。這是一個很大的亞文化，就是在中國就是耽美的。你看網絡小說裡頭有專門的，很多人專門寫這種耽美的東西。前幾年這個像什麼王一博、肖戰演的《陳情令》，就是根據一個耽美的小說改編的嘛。但現在後來中國大陸這個政府給禁止，不允許拍這些東西。所以不允許拍的，所以就沒了啊。但國外還是有，這是一點。另外，其實這些小說在市面上，甚至在孩子們中間都很流行。我為什麼說孩子們中間？因為我老婆她有一個閨蜜，她女兒今年上初2還是初1，她特別沉迷於就是《陳情令》這個電視劇的原著小說。甚至上回我們一起去那個煙台，就山東海邊去旅遊的時候，他和我老婆就聊這個，然後特別興奮在說這些事情。然後這前幾天上個星期還上星期的時候，我們在一個商場見面的時候，他還帶我老婆去專門去看了一下這個書店裡頭很多這種耽美的小說。這個可能一般家長並不知道，只是他們會知道這個東西。然後裡頭有非常多的這種很露骨的這種描寫。就是其實他們可能會我不知道，就是這個對我而言其實沒有什麼所謂的，我不會說因為你喜歡這個而是怎麼樣，我只是特別好奇這個文化為什麼會如此的盛行而已。對啊，而且因為我覺得女性就是在中國是比較壓抑的一個性別嘛，所以我覺得現在女性主義抬頭了，她們當然會有權利也想要去選擇自己想看的，因為男生我承認我也會看2個女生啊，就是也很正常啊，然後也我會覺得這個東西是很就是一個慾望的取向，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女生看2個男的也 OK 啊，對啊，所以我倒覺得這個方面可能台灣有很多腐女吧，我覺得我覺得我倒覺得這個東西是每個人就是去選擇自己性取向的喜歡看的東西就好了。我倒覺得這個我也只是覺得是為那個同志群體發聲吧，也是一種表達支持吧。我就會覺得更複雜一點，它不純粹只是同志群體，這個已經形成了一個亞文化，它就是有很多很深層次的東西。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東西吧？我覺得。對啊，不是。對啊，我們怎麼跑題了？跑題了哦。今天的主題非常的多樣化哦，但是我覺得。我覺得我們多觸及一些議題也是蠻有意思的哦。對，好 ，OK， 那我覺得我們也聊得差不多了啊。那這個今天從第一印象，還有從這個外表啊，我們聊得非常多。那不曉得還聊到了這個同志的議題哦。這個我們不能說同志，這個叫多元族群，對不對？多元族群，我們現在社會越來越多元化了，我們也
我覺得多元族群也是讓這個世界更多彩多姿的、更有創造力的一個族群，我覺得都很好。是的，那我們不需要因為外表或他的個性或他的取向去決定一個人，人都是這樣，相處之後再來決定我要不要跟他做朋友。像現在很多國際或政治上都是先決定你是我的敵人之後再討論後續的事情，我覺得我們不要這樣，對，我們先去了解他之後再來決定後面的事情，這樣會更好。好，那麼各位同學有任何想法的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我們大叔呢都會回復你，應該會了啊。有嗎？最近好像都没有回復。最近很多学生都觉得说奇怪了，这留言都没人理，这三個大叔到底是有多忙啊？我有回了一段。好的，好，那這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叔中文，不要因為大叔長得醜就不理我。說什麼呢？我們下一回見，大家拜拜，拜拜，再見，拜拜。